大家好，我是老陈。继续自由的代价。我常常会问到一个问题：自由的代价是什么？大家会有许多不同的答案。到美国来，为了自由，你付出了什么代价？在网上有一个网红，他说美国自由的代价就是寂寞，就是孤独。他的想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。有些人说美国好山好水，好无聊。美国空气好，水质好，环境好，非常优美，就是非常的寂寞。这是一种答案。还有一种认为自由的代价就是他损失了很多金钱发财的机会。这些尤其是在加拿大，我女儿告诉我，有一些人早期来到加拿大，他们错过了在国内房子升值的一个机会。有些人甚至把房子也买了，或者由于他到了美国或者到了加拿大，他在家里的房子没有给他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房子最后给了他的哥哥，因为他的哥哥在南京。他到了美国以后得到了美国绿卡，他妈妈就把房子给了他的哥哥，所以他也丧失了他在大陆一个发财的机会。因为上海也好，南京也好，广州也好，北京也好，很多在2010年以后房子就有很大的升值，尤其是北上广。很多人到了美国，到了加拿大，他们就错过了这个机会。北上广买一套房，他升值的钱远远超过他在美国加拿大5年10年打工的钱。他们认为他们为了他们的自由付出了他们金钱的代价，发财的代价。在北美打工非常的辛苦，而在大陆房产升值是非常的轻松。他们认为为了自由，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有些人甚至非常的后悔。前期有一个朋友，女儿在美国获得了一个博士的学位，为了支持他的女儿到美国来读书，他卖掉了他的房子，而住到他亲戚家里。他把这个钱给了他女儿做学费，做费用。在美国，他虽然得到了博士学位，但是就业却非常的艰难。而他在上海已经无家可归，他住在他亲戚的家里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房子开始升值，有些人2套3套，而大多数上海人都有1套。而他竟然是没有房子，住在他亲戚的家里，也可以说两袖清风，毫无一点生活的基本条件。他为他女儿的读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在美国，为了自由，很多人付出了代价。现在言归正传，聊聊我自己为自由付出了什么代价。首先，我没有为自由付出我孤独的代价。人是有不同的性格的。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社交，我独处的能力很强。如果一个人是非常喜欢社交，而非常 sociable， 那么他到了美国，他没有一个社交的场所，他失去了一个 circle
我们说是一个社交的圈子，他就会感到非常的孤独。这个是根据人的性格决定的。有些人习惯并不在乎，他喜欢独居，有些人就喜欢社交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美国得到了公民，他的妈妈来看他，只待了1-2个礼拜，他就打道回府。他认为在美国太孤独了，他不会开车，又不会英语，他感到非常的寂寞，而儿子每天上班，也没人陪他，他就好像住在监狱里一样，所以他就打道回府，再也没有来过。而同样是他的老婆的爸爸，他就不同，他会讲英语，他是不是会开车我不太清楚，但是他英语很好，他在美国就独处得很好，他看书，看英语书，看英语节目，看很多英语方面的媒体。而当家里没人的时候，他就一个人看看英语小说，看看许多英语的电视节目，他一点都没有感到孤独。他也不喜欢社交，也没有社交圈子。他在美国生活了很久很久，他刚刚去世，他去世的时候已经将近100岁。所以孤独或者寂寞是由一个人的性格决定的。有些人他不善于社交，他认为独处他有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环境，也就是英文说的 comfortable zone。 我不反对见朋友或者交朋友或者聚会，但是我并不是非常热衷于交朋友，热衷于社交的场合。我在美国20几年，我一点都没有感到寂寞或者冗散无聊。我自己看书，看美国电视，看 YouTube， 这个你在大陆是享受不到的一种媒体上的自由。我看许多电影或者奥斯卡这些得奖的电影，我还读英语书，我也看一些 prom 一些色情的录像，用来解决我自己的性需求。我并没有交任何女朋友，但是我可以通过这些性录像，我自己自摸，我可以解决自己生理上的需求。所以节目和冗散并不是我为自由付出的代价。第二个，金钱也没有成为我为自由付出的代价，因为我的女儿和前妻在上海，他们用我寄回去的钱和他们自己的工资，他们买了房子。最多的时候，我们在上海有3个 apartment， 这些房子都升了值。后来我女儿用其中2个房子卖掉，作为到英国去读硕士和博士的学费，也寄了钱给我，在美国买了房子。所以在经济上我也没有为自由付出什么代价，因为我的房子在美国也升了值。我女儿她把房子卖了以后，把钱从上海大通银行转到美国或者转到加拿大，她也买了房子，而这个房子都升了值，所以在经济上也没有损失。那么我在美国20几年最大的代价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和我女儿感情上的疏远。我认为这是我20
多年来为自由付出的最大的代价。在2014年，我女儿在美国买了房子以后，她就希望我回大陆。她已经从英国的很好的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，她也拿到了加拿大的枫叶卡。她认为她已经安全的生活在国外。她和她的妈妈都希望我回上海。他们认为我在国外已经不值得，因为他们认为我过去在美国是为了为我的女儿打前站，现在我女儿已经出了国，所以我在国外就没有必要，应该回上海去享受退休的生活。我拒绝了。我认为我喜欢自由，我追求自由，我珍惜自由的生活，也习惯了美国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也习惯了美国的社会。我不想回大陆。我认为一个人是不应该生活在一种集权制度之下。尽管我已经退休，但是我不喜欢那种没有法治的社会，那种没有自由、没有选择权的社会。而大陆社会那种乌烟瘴气的东西，我也非常的憎恨，我非常的不能和他们共处，所以我毅然决然的拒绝了回上海的。这使他们非常的生气，这就埋下了我和我女儿之间的一个裂痕。随后这个裂痕就越来越深，直至我和我美国的老婆范儿结婚，我们基本上之间的联系也非常的少。我爱我的女儿，但是我不会为了爱她而放弃我自己的选择。我热爱自由，为了自由，我不惜牺牲一切。而自由不会是凭空的，也不会是没有代价的。这就是我为自由付出的代价。英国为什么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先驱？为什么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先驱？就是英国人有这种追求自由、追求自己权利的勇气和魄力。他们和国王斗，在君主制度的时候，他们就和国王斗，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，迫使国王放弃不断征收他们税收的权利。这个在英国历史上就叫做光荣革命。这也是世界议会道路的先驱，议会制度的萌芽，也就是今天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议会体制三权独立的摇篮。因为英国人为了他们的自由，为了他们的权利，他们敢于斗争，敢于牺牲，他们不惜一切。这就是我学习的榜样。我的老婆是英国人的后裔，也是这么想的。因为在世界上，自由是不会从天下掉下来，自由是要争取，是要付出代价。想自己不付出代价，想叫别人为你火中取栗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个就是我讲的自由的代价。